点燃热血，跟兄弟并肩战斗。志同道合，不是失败有理，它是一个传奇，要你跟我一起。就能破规则，徒手手指有没有各种枪手？那将是我 hot shot， 有人称英雄，灵魂不是开口，谁是高手？跟我复活 hot shot， 就能破规则，徒手手指有没有各种枪手？那将是我 hot shot， 有人称英雄，灵魂不过是开口，谁是高手？跟我复活。你怎么会在这边？耶！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打进决赛了。答应他应该很开心吧？开心？何止开心啊！你应该看看他的嘴脸。我可以想象到他的样子啊。你跟九儿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你这一次会转到跟九儿同一所学校，完全是为了杰儿。杰儿，这件事东方先生跟老太爷都还不知道了，知道的话，事情就大条了。喂，是不是我爸趁我不在的时候说了什么悄悄话啊？你觉得赞贝贝会跟我说什么你的悄悄话？我哪知道啊！从小到大，只要是跟我们有关的事，他一律都会认定是我的错。所以啊，他如果今天讲了什么我的事，肯定不是好事。杰儿，我当然不能告诉你赞贝贝对我说了些什么。唉，何况你喜欢的人会是我吗？做东方想的女朋友是多少人羡慕的啊，可惜我不能再想了。看本大爷的帅印外天翻阴功！我天哪 ！W， 看到没啊？刚才大英的姿势虽然丑了点，但是他动作的精神啊，就像天勾假发当年的成名作哎。不要理他，假装没有看到。这家伙，你越理他，他越爱现。大英这家伙学习能力真是超强的，而且每次电视比赛里啊，有谁做什么新招，他马上就会嘞。而且啊，还把它改得更夸张嘞。我看呐、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球场上赢球不变的定律就是要有团队精神，而不是个人表现。你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恨不得就有几台摄影机围着他转呢。我练完了。练完啦？我还比你规定的时间多练10分钟哦。好啊，那等一下2个小时的运球时间就可以少10分钟啦。什么？我还要运球2小时？你嫌少啊？那我不介意你练久一点呢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运球啊越来越浮夸，一点都不扎实，还动不动就玩花式。不是哎，他们都没喝下午茶，我去那边练球。答应 W 知道我们接下来打的是冠军赛，而且你是我的王牌哦。对啊，像杨可是打街头篮球出身的，
我们跟他打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们一个比一个悍呢。而且不是耍硬的悍哦，是他们每个人打球都真的非常的强悍。那我就不强了吗？合起来有东方翔哎。拜托，东方翔打的是贵族篮球，好不好？真的碰到街头篮球的高手有用吗？对啊 ，W 是要你在场上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啊，让他们丢盔卸甲，落荒而逃。是这样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好吧，那我就多运球2小时，你们出点意见，看我缺点在哪里。OK 啦。来，用。哎，我们几个默契可是越来越好了。W， 你感觉上不全是为了大英在决赛时表现好一点，才逼他这2天来练球，对不对？是哦，还有别的原因哦。哎 ，W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我不想他去找杰儿啦，东方翔去就好啦，他去干嘛？我猜也是这样。W， 你是怕大英和东方翔为了杰儿是兄弟阋墙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怎么不把东方翔留下来，让大英去啊？哦 ，W， 你偏心哦。W， 感觉上杰儿应该比较喜欢我们家大英吧？他从小和东方翔虽然一起长大，可是我在旁边观察，他们两个之间怪怪的。W， 按我的观察，杰儿照理来讲应该是会被大英吸引的啊。我觉得杰儿那女孩也比较适合大英哦。好了好了，我是你们教练哎，我又不是你们心理医生。而且我不想大英去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去了以后回来只会心情更不好。我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我可不想下这个赌注。你操了一天不累吗？你电视上学来的怪 pose 已经够多的了，不用再看了，快去睡觉，明天还有一整天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可是作为你的教练，我必须把球赛的胜负放在最优先的位置。我说什么吗？你什么都没说啊，但是我看得出你心里面超不爽的。那就好了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让你去找杰儿，你会保证回来之后上场打球更加全力以赴吗？所以呢，大英，见到杰儿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至少可以见到杰儿的时候，可以陪在他身边，至少可以跟他说，有一个笨笨的朋友一直很关心他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你就去吧，这样就够了。真的吗？这样就够了？够了，大英，忘了我刚才讲的话，你就带着你的友谊，带着你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找杰儿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好教练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开车送你去车站。嗯，谢谢。我以后就要住在那栋大房子里了，离这里很近，所以我可以跟你做好朋友。你真的愿意当我的朋友吗？当然啦。
就跟小红和小绿一样。谁叫你洗我的衣服啊？少爷，你这几天的衣服都快变成咸菜了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洗？我家衣服有人洗，不用你帮我洗，你很奇怪。哎呦，你帮我们家这么多忙，还帮我爸转院什么的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帮你洗一下衣服，我才安心嘛。少啰嗦，没有要你洗。哎呦，你不要剥夺我还你恩情的机会好不好？到底是要远远看你，还是靠近一点更好？我不确定你是不是。W， 这份情书我答应欠你的，我会在球场还的。我用骗人的祈祷，骗自己你没有。如果他不是我的球员，我发什么神经啊？哎，衣服我都洗好了哦，你要回学校了吗？回学校之前，我们去看战贝贝好不好？刚好我也要去医院。那去医院之前，陪我去个地方好不好？这是人住的吗？好久都没有好好的看这片海了，没有想到还是一样的漂亮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？我不记得了耶，我只记得我到你家，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少爷，要我跟你行礼，好像是这样吧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？什么故事啊？有一个小女孩跟父母住在长白山上，跟父母采人参为生活。她没有朋友，所以整天只能跟花鹿啊、小白兔一起玩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小男孩。这是小红跟小绿的故事。小红跟小绿每天都玩在一块儿，两个人变成最要好的朋友。他们还把自己的衣角剪一块下来，埋在土里，每天浇水，希望可以长成另外一个小红跟小绿。小红的父母知道小红每天都跟一个穿绿衣服的小男孩玩在一起，觉得很可疑，所以就叫小红趁小绿不注意的时候，在小绿的衣服上绑上一条线。天黑之后，小红的父母顺着这条线找到了小绿，发现小绿是一颗千年人参，所以就把小绿连根拔起，拿去卖了一个好价钱。从此以后，小红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很优渥，可是小红一点也不开心，因为她失去她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故事是你以前告诉我好了，这个是我们两个的秘密，这
以跟小红和小绿一样，一直在一起了。问题是，这树长得出来吗？只要每天认真浇水，一定会的。难道说？这里就是我们两个当初种下一脚的地方。真的长出树来了。不过很奇怪啊，怎么可能会长出树来啊？而且如果我们当年真的在这里种了一脚，那衣服上的一角是哪里来的？是我挖的啊。有一年台风很严重，海水倒灌，把这边淹了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我就很紧张的赶快跑过来这边，然后把这两个一角挖出来，然后顺便在这边种了一个小树苗。结果我没有想到，这棵树比我预期的还要好。所以你是相信小红跟小绿可以继续当好朋友了？就算现实不是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小红、小绿，他们早就在一起一辈子。家，嘿，哈哈哈，哈哈。大英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刚刚去东方童家，他们说你们可能在海边，我就过来找你们啦。你们正在这里耶。哎，东方虫更不够意思，那天比完球说走就走。小瑞不是让你留下来练球？练完了，我把几天练球的份一天把它练完了，所以 W 呢就放我一天假，我就过来找你们啦。大英，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啊？对啊。看你爸爸呀，伯父好点没啊？我帮他转院，不过还在治疗。我们正好要去医院，一起走。好啊。看了吗？能牵的时候不能牵啊！走啦。你说你是杰儿的同学？对啊，张贝贝，哎，我有买现在的果汁，你要不要喝啊？哦，好啊好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大家都是一家人呐、一家人？对啊，我都把杰儿当做是一家人，而且啊，我们通常都一起去上课。来，现在的果汁很好喝的。来，
这个好像不用吹，它本来就凉的。哦，也对哦。谢谢。爸，你呢？叫医生！没事吧？东方少爷，手术很顺利，战胜人不会有事。那就好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虽然手术结束了，但是恢复还有1-2个小时。大英，你先载我姐，我去跟医院长打声招呼。幸好东方祥在啊，上次我受伤住院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。哎，你要不要吃东西还是喝什么啊？我帮你去买。大英，不要走。好，我陪你。大英，我刚刚是真的被我爸吓到了。所以我说啊，好险东方祥在。我看整家医院的医生啊，都忙起来救你爸了。你爸爸一看就知道基因有天象的，不要紧张了。你看你的手冰得跟什么一样？手术已经结束了，放轻松一点。啊，我想到了，你相信天使吗？天使。这是我奶奶住院的时候呢，我听隔壁一个外国老牧师说的。他说啊，医院是最容易看到天使的地方，因为啊，医院是最多生老病死发生的地方，所以各类型不同功能的天使会时常在医院聚集出没。而其中最多的天使分2大类，他们一种叫守护天使，另一种就是死亡天使。守护天使呢，是专门保护、守望善良但重病的人。而死亡天使则是相反，他专门来带走这些时间到的病人。是真的，守护天使出现围绕的人呢，就表示这个人所看护的病人是由他们来照顾的。大英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是我……哎，是真的啦。来，等一下呢，你往这个走廊走。如果你看到有人对你微笑的话呢，就表示守护天使与我们同在。因为呢，他们身上会散发出一种让人家喜悦的能力，所以啊，你爸爸呢一定会长命百岁、身体健康的。放心啦，老牧师不会骗我的啦。来，记住哦，等一下如果看到有人对你微笑的话，你一定要向你的守护天使许愿，因为啊，你的愿望呢，天使会告诉上帝的。OK 啦 ，Go， 加油！他真的笑了耶！是真的耶，每个人都在笑耶。哦，院长那边我已经交代好了，战贝贝他们会尽全力照顾。谢谢你，东方翔，谢谢你。我奶奶常说啊，大恩不言谢。兄弟，你对杰这份情，我记住了。你到底要不要回学校？对哦，明天还有一场世界大战要打哎。好啦，你们早点回去，开车还要开一阵子。
祝你们明天得冠军。杰儿，记住哦，以后有任何事、任何时间，记得打给我。同时也要打给我哟。我会啦。袁大英，你到底要不要走？哦。大英，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？不就是祝福你爸爸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吗？可是我许的愿还不止这个哦。那你还许什么？我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等一下给你解释啦，你我希望我跟袁大英还有东方翔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我还希望你们可以赢得这次的冠军。得到冠军之后，球队不能散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当好兄弟、好哥们。我还希望我们3个人要彼此互相照顾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永远都不能分开。所以你才带上刚刚那个猪鼻子站在杰儿身后的斗入国人发烧。对啊，很赞吧？杰马上变不一样，振奋起来了。我真的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。而且那个猪鼻子是我昨天在那个车上面买的，想明天上场打球搞笑用的。唉，算了，还是不要问他喜不喜欢杰儿的事情，太瞎了。干嘛？是不是有话要说啊？没事啊。明天球赛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哈，我全身上下360条神经都转紧了，随时可以准备上场。还有点时间，带你去见一个我的朋友。他是袁大英，我是为了他跟你打球的，算是兄弟吧。我希望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知道什么是街头篮球。那我下去跟他打一场吧，啊？把你的体力留到明天用吧，仔细看，不要忘记你的场上学习能力哦。比什么？他说接下来的动作都是街头篮球精髓，要你仔细看好。收到。大颖，你应该没有接触过街头篮球，而明天跟我们争省冠军的向阳黑豹队，就是一群街头篮球的高手。我相信刀哥已经有对付的策略，但是我曾经答应过你，要教你我所有的篮球技巧。而你现在看到这个跟我打球的人，是这里街头篮球之霸秋葵。你要仔细的观察我们的球路，同时发挥你像海绵一样惊人的吸收能力，尽力所能的学起来。明天的比赛就要看你的表现喽。东方虫竟然也被这个小个子逼到了，难怪他叫球魁，真是太凶悍了。
大师问你刚刚那些动作，你看了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跟你朋友简直让我开眼界，而且是大开眼界！我的妈，这比什么 NBA 比赛来的精彩。好了，天快亮了，我让你看一次上次球伟怎么挡住我的康龙布韦休姆斯灌篮。上次你不是挡了我一次吗？拜托好不好？那一次你是真的挡住了。来吧。怎么了？上次不是你主动要挡我的康龙不回吗？哎，你要走了？多可惜！你不挡他康龙不回，那我来怎么样啊？算了，我可不想被你的笨姿势弄受伤哦。长这样，来试一下嘛！啊，来，试一下，来。他说你很不错，他很欣赏你。哦，是哦，大家这么说哎，我也蛮欣赏你的。哎，真的啊，既然他不跟我打，那我跟，哎，试一下嘛。哎，我飞很高哎。哎，球魁很少会这么关照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还是说，就连球魁也看出大英的特别了吧？你一个人怎么走啊 ？OK 吗？你很啰嗦呢。Come on， 我好客嘛。哎，试一下嘛。希望我今天辛苦没有白费，我告诉你。放心啦。看我今天怎么把向阳黑猫队黑猫变白猫，白猫变熊猫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哎，喂，你坐错位置了啦！这么快就睡着了？有这么累吗？东方虫可累坏了，他还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硬汉，说到做到，承诺要教我打篮球，真的找到机会就教我。东方虫，你真的相当不赖，我原答应决定了，你是我生死相交的哥们，有你就有我，有我就有你了，只是。只是，东方虫，你到底跟杰儿是怎样啊？我是不是放弃杰儿才能获得你这个兄弟的友情呢？还是说，哎呦，我最怕想这种事了啦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从来没有打过省大赛经验的霹雳烽火狼，居然一路杀到了最后的冠军决战。好，出来了是霹雳大学烽火狼队，而现在向阳黑豹队也同时出场。向阳黑豹队呢，向来是街头篮球出身的球员特多，所以呢，他们个个呢是非常的擅长打烂仗出名的。是。向阳黑豹队是街头斗牛的战将，他们的特质就是防不胜防。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总之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这一群街头斗牛的战士，他们可以不在乎最后的输赢，但是在胜负未晓之前，他们一定会缠斗到最后一秒。好，现在战斧马上就要正式的点燃一个进行中圈跳球。黑豹派出的是他们的中锋 Martin， 而烽火狼派出的是180公分的袁大英。哇，袁大英站在中圈上面，个头大概小了一大号哎。那，不
要打街头篮球，本大爷跟你打。中圈的跳球由 P 队拿球，控球的是13号的齐孝云。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短兵相接，而且速度非常的快，快打的旋风节奏立刻展现出来。这个过人的带球被东方翔给抄掉，东方翔过人之后直接外线出手，球进。东方翔对上，但是你挡不住。战神东方翔就是战神东方翔，外线神准的很。我3天前就这边等你来。向阳队的3号控球后卫阿 Ken， 他的运球是有如无人之境，是去年省大赛的助攻之王。向阳当家明星小前锋贾登，他的绝招就是圣斗3模武士灌篮，啊，出现了！贾登立刻以圣斗3模武士灌篮为进东方翔刚刚的3分外线。哎，兄弟，别太嚣张啊！黑豹的教头老爹现在叫出了暂停，他一向是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见长，在这个时候他叫出暂停，不晓得要耍出什么样的奇招出来。跟霹雳烽火狼交手的感觉怎么样？这是这几天一路打来最好玩一场球赛。霹雳烽火狼最主要的攻击线就是齐孝云跟东方翔组成的，而齐孝云看起来虽然外表很强悍，可是速度很慢。我注意到了，他好像受过伤，所以接下来战术就是消耗齐孝云的体力，切断齐孝云跟东方翔的攻击线。OK， 老爹说了算，加油！还好吧？黑豹想要断掉东方跟齐孝云的连线，封住他，封住他，不要放掉！两个人包夹齐孝云，齐孝云在两个人的包夹之下，现在应声倒在地上。糟了，被他们看出来了。哇，这下手之重啊！齐孝云的伤势恐怕会再度的复发。哥 ，OK 吧？大英，专心一点。加油啊，大英！土法炼钢是你的强项啊！阿 Ken 非常夸张的贴头式运球，把袁大英当成是空气一样。他立刻突破了袁大英的防守，直接上篮得分。说本大爷嫩。比起球魁的速度和霸气，你这才叫做嫩。休想过本大爷！阿 Ken 想要戏弄袁大英，但是袁大英一把球给抄了下来之后，立刻一条边上篮得分。袁大英的打法跟街头篮球不遑多让啊！袁大英后场断球，直接一条边上篮得分。那么这场冠军之战由卫冕者黑豹跟烽火狼交手，上半场20分钟打完之后，
只有1分的差距。这场冠军战鹿死谁手还很难说。老爹，看起来你的战术奏效，我看他们快不行了。霹雳的得分还是集中在东方翔身上。下半场我们只要守住东方翔和齐孝云的攻击连线，我们自己的攻击锁定在贾登跟马丁的内线。OK 吗 ？OK。下半场我盯死他们。没错。那个贾登是我们这几场比赛遇过最强、最可怕的小前锋。我知道你们这次遇到向阳的确有点吃力。哎呀，不要怕嘛 ，W， 我们一定赢的嘛，东方翔，你的脚还好吗？没事啊 ，OK。确定 ？W， 昨天东方虫打了一个晚上，闭嘴。小大，你还好吧？你的旧伤是不是又复发了？我撑得住了。那就好。接下来向阳绝对会发挥他们真正街头篮球的战力。啊，他们还没有发挥哦。不要担心，有我本大爷在，一定会赢的。耶！武大郎，耶！一起来！武大郎，耶！武大郎，耶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下半场比赛即将要开始了。上半场双方只有1分的差距。对，下半场呢，当然关键就是老爹还是李营的战术，能够奏效，就关系着下半场谁能够取得领先的先机。街头篮球不如死嘛，这小蜜蜂们啊！我已经看清楚你们的打法，尤其是你，你不要再……艾莎，打得了我，来吧，来吧！贾登再一次的展现他圣斗士武士的灌篮，真是那夸张啊！贾登又灌进了2分。一直等一个人，等了很久。这一场独角戏是很寂寞。春夏秋冬，我的窗口只有风经过。爱很深有多深，我也不懂。你走后，我的心变得脆弱。听一首歌也觉得痛，但我谁也没有说。右边的座位，右边的枕头，都已经空了那么久。为你守候，那是因为我已经看透。没有你的爱，这个我只是一半。不哭了，不笑了，为谁流泪我也不明白。没有人能取代一个圆的另一半，我固执的等待，等风再把